给你3天的时间，你能不能让这个女孩爱上你？这个在火车头上耍酷的男人是这一代的街头小霸王阿文，从小就喜欢和人打赌。今天他和这个富二代就相约在铁轨旁，将要来一场生死赌局。在铁轨的旁边已经停好2辆跑车，两人把车先后开在铁轨上，蠢蠢欲动，踩着刹车，加大油门。见火车行驶而来，两人同时松开刹车，朝着火车相向而去。这场比赛的规则就是谁离火车更近，就算谁赢。两人都不甘示弱，都把速度提高到了120码，而火车也是同样的速度行驶而来。如果速度把握不好，很有可能就会车毁人亡。眼见就要靠近时，富二代率先出轨，车子也随之发生了侧翻，注定输了这场比赛。阿文却是一个神龙摆尾，横着停在了铁轨上来。待火车快要撞上的0.01毫米时，阿文突然加速，成功驶出了铁轨，同时跑车也发生了侧翻。男人腾空跳起，任由车辆在空中翻滚，头也不回地拿出82年的丝巾擦拭着脸上的汗水。最终阿文赢得了这场胜利。但好景不长，阿文的养父突然住进了医院，医生告诉阿文，养父因为酗酒导致肝硬化，需要动手术，手术费要200万。200万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有晴天霹雳，阿文也为此忧心忡忡，所以在这里劝告大家，喝酒要有度。就在此时，富二代的卷毛哥出现，因为上次输了耿耿于怀，所以还要和阿文再赌一次，赌注就是200万。但这次不赌飙车，而是让阿文去追一个女孩，只要1个月内能让女孩对阿文说出我爱你3个字就算赢。阿文以为这很简单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，但他不知道女孩叫大美，是个单身18年的白富美，而父亲却是大名鼎鼎的黑老大强哥。强哥有2个爱好，但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所以大美出入任何场所都是保镖成群，就算在学校里也有贴身护卫跟随。有同学不小心撞了他，下一秒就被保镖抓住扔下楼。幸好大美心地善良，阻止了一场灾难。但不知所谓的阿文支开了大美的同学，上来就用直男的套路硬聊。大美非常反感，并且发出了严重的警告。阿文却信誓旦旦地说道，很不屑的大美转身就要离开。随即大美用很不屑的笑容告诉阿文，想要追到他要经得住3个对爱的考验。第一个考验就是等下大美一家人会去商场逛街，阿文只要敢在家人面前给他送情书，并且毫发无损就算过关。很快一群豪车来到了商场门口，下来数百名保镖，强哥带着大美一家人来到商场。就在这时，强哥单枪匹马闪亮登场，直接一声叫住强哥的名字，瞬间数十名保镖举枪围了上来。就在关键时刻，阿文大步走向强哥，气场十足，直接告诉强哥，你最好别拦我，我要向你女儿表白。大美一脸茫然不知所措，而阿文大胆表白， I love you。 强哥见状一声令下，同时气球洒落，一群阿文的朋友假装记者出现，告诉强哥他们在拍一档真人秀的节目，就此化险为夷。随后阿文找到大美，询问第一个考验是否过关，大美却告诉阿文，利用雕虫小技蒙混过关而已。阿文不爽的自动提出第2个考验，明天亲自去他家里送花。大美难以置信，随后大笑起来，告诉阿文，他家有200个保镖，持刀带枪，全副武装，你确定要来？阿文下定决心，一言为定。很快大美家保镖磨刀擦枪，此时的大美又担心又害怕，同时还有点小期待。正当别墅大门准备关上时，突然阿文骑着小摩托冲了进来，出场还是那样的帅气逼人，可数百名保镖瞬间围了上来，警告阿文敢上前一步试试。阿文刚抬脚就被上百支枪指住了，突然阿文收回脚笑了起来，嘲笑保镖队长人高马大，英勇无敌，用得着动枪动刀吗？得意的队长立刻把手下的枪全部收了起来，接着一把扔进了草丛。可就在此时，阿文突然出手，一脚把队长踹飞数米，同时对周围的小弟发起了攻击。很多小弟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阿文给打退。随后操控起小摩托，在周围不断的化油，以此阻碍小弟的围攻，同时还不忘了耍弄起手中的玫瑰花，向大美抛出媚眼。大美也露出了些许的欣赏，接着把摩托加大油门冲向队长。队长被撞飞数米，落在了阿文脚下，数百名小弟悉数倒地，走到大美面前献上玫瑰花，随后头也不回的潇洒离开。第2天阿文又在学校的操场
故意来一个完美的碰撞，希望能撞出火花。但大美还是假装不为所动，因为阿文的第一个考验是投机取巧，第二个考验是避开了他父亲强哥，所以第三个考验就是晚上大美要在家过生日，如果敢在生日宴上把他带走，就算过关。阿文一口答应。可到了晚上，强哥知道了此事，他怒气冲天，要灭掉阿文。而此时的大美知道消息，慌忙偷偷骑车出来，告诉阿文赶紧离开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数十辆汽车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，上百名保镖围了过来。阿文二话不说，一拳打了上来，随后展开了精彩的打斗画面。可小弟越来越多，甚至都用了武器。阿文见状，再次操控起了小摩托，加大油门，在原地旋转，然后接力顺势飞出，把一小弟直接砸在了车上，瞬间引起大火，同时汽车也被点燃，发生巨大爆炸。阿文撸起袖子，再次展示了他的武力值。但很快强哥坐着警车赶了过来，阿文见状立刻带着大美逃离，而愤怒的强哥拿起手枪扣动了扳机，局长立刻阻止，质问强哥那可是你的女儿。强哥却愤怒地表示，她不是我女儿，而是千亿资产。原来在10年前，大美真正的父亲拥有着3000亩的矿产地，强哥为了得到土地权，谋划了一场惊天阴谋。他先是指使手下对大美的家人进行了屠杀，正当手下要对小时候的大美下手时，强哥突然出现解决了手下，然后把大美抚养成人，打算在成人礼上让大美亲自画押，顺其自然地拿到土地权。但这一切都被阿文给破坏了。而逃离出来的阿文带着大美找到了富二代，打算让卷毛哥兑现200万的承诺。就在此时，大美告诉阿文，200万的手术费早已付了，养父的手术很成功。原来赌约背后是大美自己指使的，因为大美早就知道了强哥的计划，所以才让阿文接近自己，在成人礼上选择逃离。就在此时，突然卷毛哥中招了，是强哥的手下追了上来。阿文带着两人迅速的逃离到了竹林，可不小心触碰到了前方的陷阱，幸好阿文及时出手拖住大美，才得以幸免。但突然四周的草丛里冲出了数名忍者，同时竹子上方也滑下来了一批武林高手，他们抽出匕首，杀气腾腾，随即战斗一触即发。战斗到最后，最终阿文遭到偷袭，头部受到重创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眼看着大美被抢走，阿文却无能为力。但在拉车的过程中，大美发现从阿文身上扯下来的吊坠居然是小时候大美送给阿文的。原来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。大美被拽上飞机的那一刻，喊出了阿文小时候的名字。阿文忍痛爬了下来，但飞机已经起飞。他立刻扶起卷毛哥，询问大美怎么知道他小时候的名字。原来大美弟父亲和阿文的父亲原本就是好朋友，在强哥计划的屠杀中，阿文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小时候的阿文因为有事离开了现场，等回来时现场发生了巨大的爆炸，所以阿文一直以为父亲和大美都死在了那场意外里。知道真相后的阿文立刻把卷毛哥带上车送去医院。而在强哥这边已经召集了村里，打算举行土地转让仪式。可仪式怎么可能那么顺利？阿文单枪匹马冲了上来，但刚走上前，突然炸弹引爆，把阿文炸飞数米。但他忍痛拍掉火焰，直接杀了上来，眼里充满了杀气。屠杀即将开始。轻松解决了一帮小弟后，但有更多的小弟冲了上来。突然一村民冲出，丢给了他父亲18年前的收割刀。阿文接过霸气的收割刀，犹如死神附体，一刀一个，刀刀毙命。最后强哥亲自出马，可出场不到3秒就被阿文一刀制服，接着砍下第2刀，就此结束了生命，成功的为父亲报了仇，同时也救出了大美。电影也就此结束。